顾遂安懒懒地斜靠在店内的小榻上休憩，他迷糊的都快睡着了，听到开门声，疑惑起身。谁呀？李重彦？不对啊，他不是应该在晚宴上继续主持大局的吗？怎么会来此处？陛下晚安。顾遂安心底涌起了一股强烈不好的预感。李重彦缓慢走到顾遂安面前停下，居高临下的目光沉沉地打量跪在地上的女子。她今日身穿一袭烟紫色锦织纱裙，飘逸的裙摆散开，肤白红唇美得惊鸿。李重彦的眼底霎时浸满令人心惊的占有欲。他缓缓蹲下身子，伸出右手，指腹忍不住地在他不施粉黛的娇美脸颊上游走。表妹今日真美啊！表妹，陛下，你有什么事吗？岁岁，你进宫陪表哥好不好？声音温柔的有些诡异。顾遂安茫然。岁岁不是有经常入宫看望您和姨母吗？李重彦盯着眼前不知道是装傻还是真傻的女孩，喉咙里发出一阵低沉幽步的笑容，随后一字一顿地命令道：顾遂安，朕要你入宫做朕的皇后。什么？顾遂安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神情像见了鬼一样。不是吧，不是吧，我没听错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李重彦他不是应该立女主阮流真为皇后的吗？现在为什么来找我这个炮灰女配说这些？哎，等等，应该是我的耳朵出问题了吧？还没等他想明白，属于男人沉重的热息铺天盖地地朝他袭来。李重彦看着他娇美雪白的脸庞，忍不住地伸手将他拥入怀中。他觊觎他良久，此刻在表明心意后便不想再压抑。他重重地吻在他的红唇上。顾遂安此时脑瓜子一片空白，双耳嗡鸣，在他企图更深入时清醒过来，发疯般地推开了他。你疯了！他推开李重彦后便踉跄朝门口跑去，却没跑2步又被狠狠地拉了回来。李重彦从身后狠狠抱住顾遂安，气息喷薄在他的耳边，就像再也忍不了了一般，神情阴鸷扭曲看着他，咬牙切齿道：真是疯了！从你喜欢上那个野男人，要与他成亲那一刻起，朕就疯了。母后从小便告诉朕，你会是朕的妻子，朕一直在等着娶你，可你却变了心。为什么呀，岁岁？明明是朕陪在你身边长大的，不是吗？你喜欢的人应该是朕才对。最可笑的是，母后竟让朕成全你，凭什么朕要成全？当真是可笑之极。他说着便病态痴迷一般凑近去吻顾遂安的脸庞。也是朕这一辈子你都知道是朕的。走过春风，白衣遮山，是一个浓。顾遂安听到这些话彻底懵了。这个李重彦，他不是一直把我当妹妹的吗？你放开我！放开我！李重彦紧紧束缚住顾遂安纤细的腰肢，闻着他身上散发的馨香，呼吸越来越急促。他等了1年又1年，如今不想再等，他猛地将他拦腰抱起，往床的方向走去。岁岁，你乖点，今夜过后，朕就封你做皇后。放开我！我不要！我不要！妈的，去呀！我。李重彦充耳不闻。顾遂安看着离得越来越近的床，害怕到极致，他不断的挣扎，但就是挣脱不开。看着眼前的俊脸，他狠狠地给了他一个大逼兜。李重彦停下脚步，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我也有婚约，还是先帝赐婚，你这么做就不怕超尘非议吗？如今朕是这天下之主，谁敢质疑，朕杀了他。顾遂安看威胁不成，便开始撒谎。表哥，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你竟然会对我有这种心思。我一直以为你喜欢的是阮姑娘，只是把我当成了妹妹。其实我也是喜欢你的，只是我不想进入你跟阮姑娘当中，所以才和别人定了亲的。不如这样了，表哥，你今日呢先放我离开，我之后从长计议嘛。可以先取消掉婚约，然后你再风风光光娶我进宫，如何？轻缓柔和的声音萦绕在耳畔。
莫名的，李重彦有些被蛊惑了，但他脑海里突然闪过他和野男人亲密相处的画面，神情一下暗下来。你骗我？没有，表哥，我没有啊。你当真是傻子吗？放开我，你这个死变态！你当真是傻子吗？放开我，你这个死变态！你这个臭傻子！竟没想到碎碎还会说脏话。李重彦皱了一下眉，随后狠狠吻住她的红唇，长驱直入的掠夺她的甜软。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只能是我的。死变态！王八蛋！很快，顾岁安便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了。恍惚间，他觉得自己要死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听见男人蚀骨之味哑声说道：“快，再来一次。”夜越来越深，店内男女交织和床发出的吱呀声响了一整夜，直到天色渐渐变明，才彻底消停。李重彦停下动作，猩红着眼看着身下的顾岁安，乌鸦色的青丝如水般散在身下，如烟如画的黛眉蹙着，微丽艳逸的粉面上此时满是泪痕，姝丽绝伦的她美得触目惊心，他爱极了她这副模样。李重彦有些失去理智了。岁岁，岁岁，你只能是我的。顾岁安迷乱中听到声音，对上男人漆黑泛红的目光，心生恐惧，又忍不住哭着继续骂道：“死变态，王八蛋！你混蛋！”很快，顾岁安便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了。恍惚间，他觉得自己要死了。不知过了多久，快，再来一次。这次他终于两眼一翻，晕了过去。大雍朝每逢过年，帝王和朝臣可休沐7日不上朝，除夕夜之后连着3日，偏殿的门都紧紧闭着，只有红柜定时去送吃食，殿外被重兵把守，不让任何人靠近。期间，太后娘娘带着丞相和丞相夫人想要硬闯，皆被阻止。逆子，这个逆子！太后气红了眼，王氏一双眼哭得通红。岁岁，我的岁岁！部相满脸愤怒，他没想到陛下竟会如此不管不顾，简直就是畜生！畜生，王八蛋！变态狗逼男主！层层叠叠绛红月影纱随风轻飘，朦胧缥缈，隐约间可以透过红纱看见水雾缭绕的水池边趴着一个绝美绝伦的身影，乌压压的3000青丝散乱在优美的背部，半遮半掩地挡住上半身的斑驳青紫。顾虽然没想到偏殿中还有个小温泉池，他此时趴在池边，浑身酸痛，有气无力地骂着李重彦：岁岁竟还有力气骂人，以前岁岁可从不会说这些污言秽语，都是被外面的野男人带坏了。李重彦充满危险的声音从影纱外传来，很快男人便出现在了温泉池边，他上半身就披了一件玄色金绣龙袍外衣，露出健硕的胸膛和块状分明的8块腹肌，上面还交织着几道长长的抓痕，有的甚至还在冒着血珠，可见抓挠之人是下了死手。顾虽然看见李重彦时身体狠狠一颤，他被他做的真的有点怕，但听到他的话还是忍不住骂回去：现在我也没骂人啊，你听要的就不是人，死变态王八蛋！顾虽安是真的忍不了了，他即使是再怕他也忍不了了，估计任谁遇到这种事儿都忍不下去，他杀了狗逼男主的心都有了，更别提骂他。如果骂人能让一个人死，他恨不得骂他个地老天荒。顾虽安不知道的是，此时他本就因为泡温泉而晕红的脸，此刻因为生气更加的娇艳动人。李重彦眼神倏地就暗了，他也不说话，直接跳下池子。你要干嘛？顾虽安现在一见他这样的神色就害怕，他也不敢骂了。岁岁，
唱一首水调歌头，那明月何时能有？我站在梧桐树下，期待你回眸。温泉池的温度开始上升，远处看去，层层叠叠，绛红月影纱和缭绕的水雾之中，只能看见男人宽阔健硕的背。3日后，李重彦再次醒来后，未再继续，而是艳足的抱着昏死过去的顾岁安离开了偏殿。龙潜宫内，李重彦将人轻轻放在龙榻上，随后拿出一盒药膏。这3日，他敢如此不加节制，就全靠这个。不要了，再做他真的要死了。岁岁别动，朕给你上药。李重彦低沉的声音有些暗哑。顾岁安迷糊的思绪逐渐清醒，才发现周围的环境已经大变样，好似已不在偏殿了。他不知道过去了几天，浑浑噩噩的，李重彦就像疯了一样，把他往死里做。他少有清醒的时候，浮现在眼前的都是摇晃的帐顶。岁岁饿了吧？起来喝点粥吧。李重彦温声道，但他略显粗重的呼吸却有些紊乱，清越冷冽的嗓音此时柔情的让人悚然。顾岁安缓缓坐起身，看着眼前近在咫尺这张讨人厌的俊脸，气儿不顺，感受到自己力气恢复了不少，于是忍不住一巴掌呼了过去。李重彦整个人凝滞住，随后不可置信地瞪着顾岁安，厉声呵斥道：顾岁安，你放肆！1次2次殴打君王，也想被诛九族吗？哼，那你诛啊，把你自己也诛了吧。李重彦满脸愤怒，咬牙看着顾岁安，倏地凑过去，狠狠地吻住了他的唇。顾岁安更生气了，这个傻逼，他狠狠地将他脸推开，又一巴掌呼在了李重彦另一边脸上。李重彦眼眸彻底冷了下来，他面无表情地看着顾岁安，心中怒火中烧，恨不得把他一把掐死。他看见了顾岁安红肿发颤的手，怒火又一下被熄灭。李重彦皱眉抓过他的那只手，疼不疼？顾岁安傻眼了，这样都不生气？他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癖好吧？顾岁安盯着眼前的俊脸，试探着用另一只手又给了他一个大逼斗。只是这次他考虑到自己的手力道轻了很多。顾岁安，你打上眼了是吧？以为朕不会还手是吗？李重彦气急败坏地站起身，顾岁安下意识地躺下，掀开被子将自己蒙起来。李重彦看着他这副怂包的样子，被气笑了。这时殿外传来一阵吵闹声，狗奴才放肆，放安心进去！岁岁，岁岁！李重彦皱起眉，太后派去盯着的人说陛下已经带着顾家姑娘出了偏殿，便连忙又带着王氏和顾相赶到了龙潜宫。你们这群狗奴才，竟然敢阻拦哀家，都不要命了吗？太后娘娘息怒，陛下有旨，不许任何人进入。太后冷下脸，她没了耐心，打算自己硬闯。她就不信这群狗奴才敢碰她。正打算动作时，内殿的大门被打开，都退下。太后、王氏、顾相听见声音，都愤怒地朝李重彦看去，但下一秒，他们看见李重彦那张惨不忍睹的脸，都齐齐愣住。哎呦喂，陛下您脸怎么受伤了？奴才马上去叫太医。李重彦未管惊慌失措的红贵，面无表情地吩咐道：都滚出去。燕儿，你的脸是怎么回事啊？后面太后没问出来。这些日子燕儿都与岁岁待在一处，不问也能想到这应该是岁岁打的，总不能是他自己打的吧。原本怒气冲冲的太后是打算见到李重彦也给他一下的，尽不干人事。现下看他那张脸，他都不知道往哪儿打了。混账东西，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顾相和王氏也没想到，一向安静柔和的女儿竟然也会打人，还把陛下打成了这个样子。殴打帝王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一时间，顾相和王氏原本愤怒的气势莫名矮了一截。李重彦面无表情。母后，儿臣是被人算计了，才误闯入岁岁休息的偏殿。你把哀家当傻子糊弄吗？你明显就是预谋已久。母后何必这么说自己呢？他已经与穆世子定亲了，你这是抢夺臣妻，你让天下人如何看你？他本就该是朕的，他是朕自小就定下的太子妃。母后，你不是也说过吗？朕等着他及笄，等了1年又1年，好不容易等他及笄，他却想嫁旁人。李重彦说这话时，如黑墨般的瞳孔写满了病态的偏执，说到最后甚至满脸都是杀意。但不过一瞬，他又平静下来。是外面的野男人引诱了他，
如今朕不过是拨乱反正罢了。太后看着眼前偏执到可怕的儿子，突然觉得一阵无力，都是他的错，他不该从小就对燕儿说那些话。一旁的顾相和王氏看到李重彦的神情，也觉得心下发冷。陛下对岁岁竟如此偏执，岁岁怕是出不了宫了。回去好好准备，待钦天监选好日子，朕会迎娶岁岁为后，这是军令。这句话满是威胁之意。陛下，可否让臣先将岁岁带回府？不可能，他如今只能待在宫里。他不可能给他逃走的机会，若是他出宫，必定会想办法逃走。顾相隐忍着怒气，就算陛下要娶岁岁，岁岁出嫁也需从顾府出嫁。等快出嫁时，朕自会送岁岁回顾府。那可否让臣妇见一见岁岁？岁岁现如今还睡着。顾相和王氏一颗心沉下去，这是不让见的意思。陛下是君，他们是臣，就算再如何生气，他们也不能违抗军令，只能先行回府。顾随安在内殿快要被气死了。原本听见姨母和阿娘的声音，他想出去，却被李重彦用丝布缠住了手脚，还将他嘴巴堵住了。这个狗，他刚刚应该多扇他几巴掌的。这时，李重彦走了进来。岁岁饿了吧？喝点粥吧。说完，便端起早就放在一旁的红豆羹，坐在床边舀了一勺，递到顾思安嘴边。顾思安躲开，然后瞪着李重彦：“你把我手脚放开！等喝完了再放开你。”“不要！你把我手脚放开，我自己吃。”“岁岁，刚刚你打朕的事，朕还未找你算账呢。”顾思安听见这不阴不阳的语气，有些害怕。现在他还被绑着，若是他真打他，他可毫无还手之力。他刚刚可是都看到他想抬手了，不情不愿的。我吃。李重彦喂着顾思安喝了一整碗粥，便守诺将他的手脚放开了。反正这宫里啊，他出不去。岁岁想必也听见刚才外间的谈话了。顾思安把头歪到一边，也不看李重彦，拒绝交流的状态。他至今为止还是有些懵的，不明白李重彦怎么就喜欢他了。这些年他认认真真的当一个花瓶表妹，从不会主动招惹李重彦。明明女主也出现了，男主为什么不喜欢女主？他们不是官配吗？顾思安脑子里一团乱麻。李重彦看着拒绝交流的顾思安，伸手将他搂进怀里，低头轻声道：“岁岁，日后乖乖待在朕的身边，好吗？”顾随安依旧拒绝回答，看着沉默的顾随安，李重彦眼神变得有些可怖阴鸷，但他声音却依旧平缓轻柔。岁岁，想想你的阿爹、阿娘、兄长、弟弟，还有顾府上下那么多人，所以回答朕，你会乖乖待在朕身边的，对吗？你威胁我？朕威胁你，所以答案是：回阿娘也是你姨母。琅琊王是二姑娘，非家主亲女，乃部下遗孤。岁岁，朕可不会对与朕无血缘关系之人手下留情。顾随安一惊，他竟然知道。感受到顾随安的惊讶，李重彦以为他是惊讶他阿娘是王家养女。所以岁岁，不要想着逃，你逃了，顾家上下皆会因你而丧命。不要指着朕会心软，所以朕再问你一次，乖乖待在朕身边。顾随安心里一片冰冷，他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这本书里的男主就是绝对的阴狠毒辣，杀人不眨眼，像个反派。顾随安垂下眼，不敢再拒绝。我答应你，会好好待在你身边的。先稳住他，总会有办法逃走的。李重彦得到满意的答案，终于笑了。他吻上她的唇，满眼痴迷。岁岁，你不知道朕有多爱你。他一直吻着她，直到快失控了才放开。顾随安感受到腰间的火热，僵直着一动不敢动。这么多次了还想要？李重彦没再要他，虽然很想，但他还有正事儿要办。等身体平复下来后，他便让顾随安好好休息，然后准备离开龙潜宫，去御书房处理政务。顾随安突然想到什么，看着准备离开的李重彦，连忙拉住他的衣服。李重彦身体一顿，回过头看着顾随安，嘴角勾起。岁岁怎么了？可是舍不得。能不能给我一碗避子药？李重彦话还未说完，便被顾随安小声打断。他嘴角的笑容僵住，脸色一下变得极为难看。顾随安看着这样的李重彦有些害怕，不自觉地将抓住他衣服的手放开。李重彦掐住顾随安的下巴抬起，看着那双他爱极的美眸。岁岁不想要朕的孩子。温柔到诡异的嗓音，顾随安感受到危险，知道李重彦真的生气了。回答朕。我还太小，不适合生孩子。
太小，你不想要真的孩子，也不想个好点的借口。顾虽安无力辩解，他也知晓这借口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就是根本没有任何说服之力。算我求你，不可能，岁岁，你是朕的皇后，为朕诞下皇儿是天经地义。李重彦声音冰冷，有了孩子，他才能彻底死心，安安分分地留在宫里陪他。他放开顾随安，轻柔抚摸他的脸庞。岁岁，不要触碰朕的底线，不然朕有的是手段，懂？顾随安低头沉默，李重彦面无表情地看着不说话的顾随安，不回答没关系，反正他也拿不到婢子药。你好生休息，朕先去处理政务。说完便转身向殿外走去。顾随安看着李重彦的背影，眼角酸涩。他将榻上的其中一个枕头狠狠扔在地上。他为什么要穿进这个破古代这本破书呢？还被这个神经病男主强迫。他想要孩子为什么不自己生呢？有本事他自己生啊！御书房内，太医心惊胆战的正在给脸色难看的李重彦的脸涂药膏。至于为何没让顾随安给他涂，他怕他再给他几下，再过几日便要上朝了，他的脸不能再受伤了。陛下，这药膏每日涂3次便会好全。把嘴闭严了。是，陛下。这伤一看就是被人打的，他是疯了才往外说呀。陛下，除夕宴上下药的幕后主使，乃卢家嫡大姑娘卢清婉。李重彦手中写着圣旨，头也不抬。何缘由？这位卢姑娘一直倾慕陛下，应当是听说陛下对阮姑娘有些独特，便心生妒忌，下药想使阮姑娘名声扫地。不止如此，卢清婉的婢女周贡当初顾姑娘马车失控一事，也是她所为，一直查不到，是因为卢家派人暗中销毁了证据和办事的人。江月也没想到，这个卢清婉竟如此胆大妄为，感动顾家姑娘，卢家算是走到头了。李重彦俊美的脸上闪过一丝戾气，若不是当初这女人害得岁岁马车失控，岁岁也不会结识穆行泽那个野男人卢清婉，该死。传下去，卢家女心生歹念，下药暗害靖远侯之女，却让朕误着了道，即刻凌迟处死。卢家管教不严，死罪可逃，活罪难免，罢免官职，全家打入大牢。是，陛下。李重彦看了一遍自己写好的圣旨。王贵，奴才在。李重彦将写好的圣旨递给他。昭告天下，顾相之女顾遂安，秉德柔家，持公书审，奉铸遗范，甚得朕心，以正位中宫，持节奉喜寿，册立为皇后。现如今百官还在休假，李重彦直接宣布一旨，就是不容任何人违抗，就算心底有异议，也得给他憋着。你来做什么？看着笑意冉冉的阮青青，阮流征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阮青青巡视屋里一圈，看到那位宋状元竟然也在，眼里闪过一丝妒忌。她这个好姐姐真是特别会勾引男人。不过下一刻她又笑起来，妹妹来找姐姐，自然是给姐姐带来一则好消息啊！快说快说，说完赶快滚，别打扰我们的雅兴。阮青青眼底闪过一丝阴沉，不过一个江湖女，出身低微，仗着阮流征与陛下的关系，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还认定阮流征必定会成为皇后，可笑至极。她也不卖关子了，她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他们难看的脸色。姐姐还不知道吧？陛下呀，刚刚立后了。阮流征脸上闪过一丝愕然，在场之人无不震惊。冉姐姐，陛下终于立你为后了。在向蓉儿心里，皇后之位早就是她阮姐姐的了，也只有她阮姐姐才配得上那位英明神武的陛下。而向逸轩的脸上满是失落之色。陛下立你阮姐姐为后，她配吗？你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陛下立后啦，而立的皇后啊是顾相嫡女，如今太后的外甥女，大雍第一美人顾遂安。阮青青小脸儿笑得灿烂。阮青青说完后，只觉得心中一片畅快。她欣赏着在场所有人难看的脸色，尤其是阮流征，那脸色难看的呀，她都忍不住想大笑出声了。阮流征，你不是总是自觉高人一等吗？还总暗示陛下喜欢你，我看呀，在陛下眼里你什么都不是。哎，我就说嘛，陛下与顾家姑娘青梅竹马一同长大，顾家姑娘出身高贵，还生得那般美，陛下怎会喜欢你一个乡野长大没规没矩的村姑？我看呀，你闭嘴！
向逸轩忍不住拔出腰间的剑，阮青青被吓了一跳，得意的神情从小脸褪去。他看到那剑，忍不住后退一步，真是江湖草莽，动不动就拔剑。阮流征也只能跟这种人在一块儿了。想到他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冷哼一声离开了。在场众人都无人在意阮青青的离开。正儿，你没事吧？向逸轩担忧地看着阮流征，他知道阮流征是喜欢那位陛下的，而阮流征此时也是满眼的不可置信。怎么可能？李重彦怎么能立别人为后呢？还是个一无是处的花瓶，除了出身比他高点儿，他哪点比得上他？他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还告诉他许多这个时代没有的东西，又有哪个女子能比他独特呢？那位故乡之女不是已经和穆世子定亲了吗？那穆世子如今也没死，陛下怎会立她为后？正儿，你不要听你继妹的一面之词。向逸轩安慰他，是啊，顾虽安都与别人定亲了，又怎会成为皇后？肯定是阮青青骗他的。哥哥说的对，阮姐姐，你不要伤心，我现在就出去帮你打探打探。向蓉儿一脸怒气，说完便离开了房间。他才不相信陛下会立别人为后，他阮姐姐跟陛下才是最配的。在场之人只有宋望生觉得阮青青没撒谎，他何必撒谎？这事儿啊，一问便知了。更何况顾姑娘容色倾城，世间又有哪个男人能放过？就连他也，更别说与顾姑娘从小一起长大的陛下了。两人还有青梅竹马之意。可他听说顾姑娘对穆世子一往情深，顾姑娘还与穆世子有婚约，陛下他恐怕不是用的正规手段立他为后。宋望生没有判断错，陛下立后这事儿，这时已经许多人都知道了，一打听便能打听出来。向蓉儿带回来的消息，阮流征完全不能接受。他自从穿越后一直顺风顺水，许多世家公子都捧着他追着他，他不相信李重彦会不喜欢他，肯定都是因为卢清婉的算计。他被迫与顾虽安有了肌肤之亲，才不得不立他为后。而且卢清婉还是为了算计他，李重彦是替他挡了一劫。最主要的是，他和顾虽安是表兄妹啊，他们是不能成亲的。他要进宫，他要去给李重彦科普讲清楚。李重彦怎么就喜欢他了呢？原著中顾虽安也和他青梅竹马一同长大，他那么献殷勤他都不喜欢，现如今他过来了，什么都没做，他反而喜欢上他了，他是不是犯贱呢？真跟有病似的。顾虽安狠狠拍了一下床。这时守在屋外的两个宫女听见屋内的动静，端着盆进来了。娘娘，你醒了，奴婢来伺候您洗漱。你们叫什么？两个宫女也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位新皇后，但之前都是远远的看，如今近距离面对美颜冲击，一时间愣住了。娘娘，陛下已经下旨立您为后了，奴婢二人是奉旨来侍奉娘娘的。奴婢叫紫苏，奴婢唤紫云。顾虽安愣住，已经下旨了？这么快？娘娘，奴婢服侍你洗漱吧。不要叫我娘娘。紫苏和紫云连忙跪下。娘娘，奴婢不敢。算了，你们起来吧，何必为难打工人呢？紫苏、紫云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皇后，发现未生气，松了口气，两人便站起身。起身后，紫云想来扶顾虽安，顾虽安没让他扶，自己也坐起。麻烦你们帮我去重新拿一件衣服过来。这怎么？陛下未给娘娘备其他衣物，奴婢们也不敢擅自做主。顾虽安怒了，这狗逼！紫苏看出顾虽安生气了，连忙道：这殿内还有一件狐裘披风，只是殿内烧着银霜炭，可能会有些热，娘娘可要？给我拿过来吧。有，总比没有强。顾虽安披好披风后下床，双脚踩在地上时，腿软的差点摔一跤，被紫云连忙扶住。都怪李重彦那个狗东西。顾虽安在两个宫女的帮助下完成洗漱，随后顾虽安坐在桌前。我饿了，有吃的吗？膳食已经准备好了，但陛下派人来传旨说，陛下等会儿会来陪娘娘一同用膳。等他一起用膳？呵呵。顾虽安面无表情，把膳食呈上来。放心吧，不会让他怪罪你。紫苏和紫云互相看了对方一眼，怕娘娘真的饿坏了。奴婢遵命。顾虽安吃了有一会儿后，李重彦才进来。李重彦一边走一边看着一直吃着东西也不抬头看他一眼的顾虽安，淡淡道：怎么不等朕一起？宫人没告知你，朕会过来同你一起用膳吗？紫云、紫苏连忙跪下。顾虽安抬头，他们告诉了，不关他们的事，是我自己饿了，想先吃不行吗？李重彦面无表情地坐在顾虽安旁边，阴阳怪气道：是真的饿了，还是只是不想等朕一起？你烦不烦啊？我饿了想先吃饭都不行吗？他是真的忍不住发脾气，什么都管，连他吃饭都管。他真恨不得拿筷子戳死他。李重彦愣住，看着发脾气的顾虽安，想说放肆，但说出口的却是：你说话就说话，摔什么筷子？朕不说了还不行吗？以前怎么不见他脾气这么大呢？
看他跟穆行泽相处时，也是一副很温柔的样子，只有对他，以前是安静，不爱搭理他，现在直接开始凶巴巴，随意对他发脾气了，还打他。李重彦越想越生气，成功把自己气到了，阴暗的想法接二连三的冒出来，饭都没心情吃多少。下午，殿外又飘起了大雪，雪花在风的裹挟下飞舞。顾虽安喜欢雪，便将狐裘裹得紧紧的，待在靠窗边的软榻上，看着窗外赏雪。李重彦吃过午膳后也未离开，他让人将折子送到了龙潜宫。李重彦披着折子，目光又渐渐地被顾虽安吸引住，他才得到他。此时只想每分每秒都和他待在一起。想到如今休沐，便心安理得地将折子放下了。顾虽安正对着窗户的雪发呆，不知道穆行泽怎么样了，现在伤有没有好些？若是等李重彦立他为后的消息传到江南后，他会不会受到刺激，伤情加重？他的初恋呀，还真是一波三折，先经历生死，后得知他还活着，他还没高兴几天呢，他与他之间就彻底不可能了。在想什么？冰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顾虽安吓一大跳，是李重彦，不知何时坐到了他身边。顾虽安下意识回答：没想什么。李重彦漆黑的凤眸审视的看着顾虽安，他刚才看得清清楚楚，他脸上的难过，他在想谁呢？李重彦面无表情地垂下眼眸，上了软榻，然后将顾虽安搂在怀里。顾虽安挣扎想下去，你不批奏折了？不批了，朕陪你。顾虽安才不想让他陪呢，但他根本挣脱不开他，就像之前一样，他的力气于他来说不过蚂蚁撼大树。碎碎。李重彦搂着他的腰的手加重了力道，随后将他抱起来。顾虽安转过头，刚想暴躁地问他想干嘛，便被狠狠地堵住了红唇。李重彦肆意掠夺。顾虽安感受到什么，有些想发疯，有完没完呀？他此刻恨自己身体为什么这么好，他该像小说女主那样病几天才好，知道自己逃不过。窗户滚！李重彦眸色暗得可怕。滚，不会让你着凉，也不会有人的。狗东西！窗外的大雪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将宫殿晕染得一片洁白。远远望去，玉树琼枝，红墙白顶，美得像画一样。窗边的软榻上，顾虽安被李重彦紧紧地抱在怀里，身上还披着那件月色的狐裘。他一只手把着窗沿儿，稳住颠簸的身体，眼神迷离。软榻下面，一只金镶玉腰带和一条男人的绸裤很随意地乱扔在地上。李重彦细细地吻着顾虽安，看着意识恍惚的顾虽安，他一边喘气，一边在他的身后轻轻地问他：在想什么？顾虽安根本听不清李重彦在问什么，听不见顾虽安的回答。李重彦加重力气，他一双凤眸暗得可怕，声音却无比轻柔。碎碎想谁也没有，你只能是我的。那个野男人，他能让他死第一次，也能让他死第二次。从窗边的榻上到地上，到桌子上，最后再到龙榻上，汉白玉铺就的地上布满了凌乱的衣物，而原本开着的窗户早已被紧紧关上。顾虽安一度觉得自己要去见他太奶奶了，他用力抓着李重彦的头发，恨不得将他后吐了。但下一他手上的力气一下变得无力，垂下搭在那个布满汗水的健硕肩膀上，随着混气摆动。龙床上的混乱持续了很久，直到外面雪停，天色逐渐变暗，才传来一声低吼。房间安静下来，又过了一会儿，李重彦才从床榻上下来，俊美的眉宇间满是艳足和酣畅。他伸手将已经昏睡过去的顾虽安从凌乱的龙榻上抱起，走到浴间，将顾虽安和自己仔细清洗了一遍，穿上衣服后便命人传膳。李重彦抱着顾虽安坐在桌前，高大挺拔的身姿衬得顾虽安格外的娇小。碎碎醒来吃点东西。李重彦看顾虽安不醒，便伸手捏住他的鼻子。顾虽安迷迷糊糊中好似还能感受到那一下又一下，以为李重彦还在继续呢，求饶般的说了一声不要了。不要了，朕喂你吃点东西。
此时的李重彦温柔的不行，顾随安半梦半醒间被喂着吃了些东西，然后彻底昏睡过去。李重彦将顾随安放到早已被收拾好的龙床上，便起身去披奏折。夜越来越深，李重彦放下折子，看夜色已深，便走到床边躺下，将顾随安搂在怀里，随后满足的睡过去。接下来几天，顾随安每天都在水深火热中度过。李重彦就是个不知彦祖，7天休沐假期，没有一天放过他。顾随安再好的身体也禁不住他这么搞啊！终于，顾随安在李重彦重新上朝这一日病倒了。李重彦看着床上面色潮红的顾随安，有些后悔了。陛下，皇后娘娘就是太累了，又受了点凉，所以才发起了低烧，喝一帖退烧药便会好起来。其实不是，皇后明显是被不加节制的药很辣才引起的低烧，但她不敢这么说，怕陛下恼羞成怒砍了她脑袋。陈太医也没想到啊，陛下在还是太子时连个侍妾都没有，清心寡欲的，还以为不喜此事，没想到一旦开荤竟如此不加节制。陈太医下去熬药之前还是犹豫了一番，提醒道：陛下，如今娘娘身体虚弱，不宜行房。李重彦脸上的神情算不得好看，他冷冷瞟了太医一眼：滚出去！是，陛下。太医连忙迫不及待地退下。李重彦一直守着顾随安，等药来了后喂着他喝了下去，又用白酒给他擦拭，一直等顾随安烧完全退下去后，他才放下心来离开去处理正事。陛下，宋大人求见。让他进来吧。如今宋望生在翰林院任职，李重彦对他的才学还是比较认可。宋望生进入殿内后，先跪下行了礼：陛下，立后大典的草拟文书，臣已拟好，请陛下鉴读。说完便将手中的文书双手奉上。红贵走到宋望生面前，接过他手中的文书呈给李重彦。李重彦凤眸认真地扫视了一遍文书，面露满意之色：清写的不错，不必修改了。谢陛下赞赏。说完正事，宋望生本该离开了，但想到刘征恳求他的事儿，他犹豫地站在原地。李重彦淡淡地看着宋望生，声音不怒自威：还有事要向朕禀告。陛下，靖远侯之女阮流征想求见一面陛下。李重彦看着底下跪着的宋望生，精致的眉眼微挑。阮流征，他要见他干什么？自从他登基后，除了诗会那天，便没再见过这个女人了，也没什么可见的。之前他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有许多谜团，便想打探打探。尤其是他说的那些东西，若是能做出来，他大庸必定能御及天下。可这么久以来，他早就弄清楚，那个女人所说的那些东西，他根本就不知道做的方法，除了那个弓弩，别的什么都做不出来，害他白白期待一场。本以为他能写出那些惊艳的诗句，那定然也是有才之人。在他还是太子时，便让他出过几次对付李重熙的计策，结果又让他失望了。那些计谋出的连红贵都不如，拿红贵跟他比呀，都是抬举他。他真当是小孩子过家家呢。看出这个女人是个花架子，后面就没再管他了，浪费他时间。不过这个女人的来历，他倒是还是很好奇的。据朕所知，你的家乡与阮流征是同一个地方，你们还是邻居，你对他有多少了解？李重彦的手指一下一下地敲着玉案。阮姑娘冰雪聪颖，慧心巧思，非常人所及。李重彦面无表情地看着宋望生，巧思呢倒是有，冰雪聪颖简直胡说八道。看来这个状元郎对阮流征倒是用情很深，想从他嘴里知道点东西啊，怕是不容易。罢了，还是他自己派人去继续调查去吧。宋望生看陛下未松口，又一次提到：陛下，阮姑娘有要紧事要求见陛下，可否能让她来见一见？准。阮流征本也不想让宋望生帮他递话，但他想了很多办法都没办法进宫。他想让他那个便宜爹帮他，但他那个便宜爹如今对他的态度大不如前，根本不愿意搭理他。没办法，只能选择求助宋望生了。当消息传来宣他进宫时，他高兴极了。他好好打扮了一番，画了一个精致的妆容，在靖远侯激动神情和他那个继母和继妹嫉妒的眼神中，神情自若，大方地上了马车。到了宫里，看到面色冷峻威严的李重彦，只觉得他的气势相比太子时更甚，也更让他心间发烫。他2辈子都没见过还有比他更优秀的男人。阮姑娘有何事求见朕呢？是否单独让刘征说几句话？李重彦凤眸微挑，看着阮流征，挥手让明面上的人都退下。当然，暗地里的暗卫是不可能退下的。阮流征看人都退下了，才说道：刘征有个疑问，想问陛下为何要立顾姑娘为后？
李重彦眼神一下变得极冷，那么多大臣没有一个敢质问他立后之事的。李重彦心思极深，怎会不知道那个借口有多拙劣？他就是故意的，故意告诉那些大臣，顾遂安是他强掳进宫的，所以任何人也别想阻止他。朕如何行事，轮得到你来智慧。阮流征感受到这话中的冷意，不可置信受伤地看着李重彦，而李重彦看着阮流征的表情，才明白过来什么。他冷嗤了一声，正想让人将这个没有自知之明的女人拉出去，就听见他不知死活地开口道：我知道是因为卢清婉算计我，才诬让你与顾姑娘有了肌肤之亲，不得不娶她。但你与顾姑娘之间都没有感情，她喜欢的也是穆世子，你们如何能成亲？这样做，你们以后只会成为一对怨侣。放肆！李重彦狠狠拍着桌子，凤眸含着冰霜，恨不得立刻摘了眼前这人的脑袋。他这话简直就是直晃晃地往他心肝肺上捅刀子。阮流征被李重彦愤怒的样子吓到了，他愣愣地看着冰冷无情的李重彦，不像是对他有半点情愫的样子。可为什么呢？阮流征想不通。他穿过来的这副身体生得这般美，他还这般有才华。她不像这个时代的女子那样一心只在意后宅的那1亩3分地，无知又见识浅薄。她还跟他说过很多这个时代没有的见解。像他这样的男人，不应该会被这样的他吸引吗？他不甘心，忽然想到什么，他又急急开口：你真的不能立顾姑娘为后？她是你表妹，你可能不知道，其实表兄与表妹之间是不能成亲的，不然生出的孩子有很大的可能会是智力缺陷或者夭折。话未说完，阮流征便被不知何时走近的李重彦死死地掐住了脖子，窒息感一瞬间传来。阮流征下意识的挣扎中，他看到了李重彦那张面无表情的脸，他眼中的狠厉和残忍让人心惊。朕的岁岁不能当皇后，那谁能当？你吗？凭你也配？不知死活的东西，还敢咒朕的皇嗣！既然这么不想活，那朕送你去死好了。李重彦语气阴冷无比，说着手中的力气加重。阮流征惧怕的疯狂挣扎，眼泪鼻涕流了一脸，已经完全看不到来时那精致的妆容了。这时红贵进来，看着眼前的一幕，也面不改色。陛下，娘娘醒了。李重彦将阮流征狠狠地扔在地上。阮流征，你该庆幸你曾救过朕，但这是最后一次，日后朕不会再对你手下留情。阮流征捂着自己的脖子，大口喘着气，他满眼恐惧地看着李重彦。他刚才差点就以为自己真的要死了，此刻他是真的怕了。掌掴50时，将他扔出宫，叫靖远侯管好自己的女儿。淡漠说完，便走出了御书房。宋望生一直未出宫，他在御书房外不远处等着阮流征。看见陛下出来，连忙行礼。李重彦面无表情的直接走过。下一刻，宋望生看见了被2个侍卫拖出御书房、狼狈不堪、脸色煞白的阮流征。生儿！龙潜宫内，顾遂安终于穿上正常的血色礼衣了。此时他正靠在床头喝粥，紫苏本想喂他，但被他拒绝了。他不习惯让不熟的人喂他。岁岁，你醒了，有没有好点？未见其人，先听其声。顾虽然一听到李重彦的声音，手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勺子掉在了碗里。他是真的怕了这狗东西了。李重彦走近，看着虚弱的顾虽安，凤眸都是心疼。他坐在床头，伸手想将他搂进怀里，第一次开口认错：对不起啊，岁岁，都是朕的错。你离我远一点。他烦死他了。李重彦眼底闪过几分危险，他不喜欢他说这种话，但想到他如今这样都是他造成的，便也不敢再说什么了。那朕喂你。顾虽安看着递过来的一勺粥没喝，抬头看向李重彦：我想见阿娘和姨母。李重彦看着满眼期待，眼中只有他一人的顾虽安，俊美的眉眼柔和下来。乖，岁岁先把粥喝了。顾虽安看李重彦这副神情，觉得他应该是答应了，便听话的一勺一勺喝着他喂过来的粥。喝完粥，紫云又将温好的药端进来。李重彦想继续喂他，被顾虽安拒绝了。开玩笑，喝中药一口一口喝是想苦死他吗？顾虽安端过药碗，皱着眉一口闷了。蜜饯，快给我蜜饯。顾虽安去扒了李重彦拿着蜜饯的手，李重彦好笑地避开他的手，将手中的蜜饯投喂进他嘴里。顾虽安脸上难看的表情才放松下来。李重彦觉得他的岁岁真的很可爱。吃完口中的蜜饯，顾虽安问李重彦：可以让我叫阿娘跟姨母了吗？不可以，大婚定在4月，大婚前岁岁不可以见任何人。他不会给他任何逃离的机会。
顾思安一愣，随后满脸气愤。那他刚才那副神情看着他，让他还以为喝完粥就能见了，原来是耍他的。傻逼李重彦，这是个大傻逼！气得顾随安这一日都没搭理李重彦，不管李重彦跟顾随安说什么，他都当没听见。任何人都受不了冷暴力，皇帝呀也一样。当夜，两人躺在床上，李重彦将顾随安抱在怀里。岁岁，你还不愿跟朕说话吗？好，顾随安，你好得很。李重彦咬牙切齿，下一秒，他的手放在不该放的地方。顾随安一瞬间愣住，随后勃然大怒，坐起身推开他。李重彦不是人呐，我都病了你还来！李重彦脸色难看的坐起身。谁让你不理朕？你还敢直呼朕的名讳？你放肆！顾随安冷笑，还跟他摆架子。他抓起枕头直接扔向他。我就叫，有本事你杀了我呀！李重彦看到扔过来的枕头也没躲开，枕头砸到他的俊脸后掉到床上，他一把将顾随安拉过，抱在怀里。朕没本事，私下里你想怎么叫就怎么叫，人前不可以。他是一个皇帝，皇帝的颜面不容有失。你不准不理朕！李重彦垂下眼道，声音有些不易察觉的委屈，但下一秒狠声威胁：若是再不理朕，朕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顾随安真的是快烦死这个喜怒无常的神经病了。他挣开他躺下，我要睡觉了，不要打扰我。但下一刻他又贴上了。顾随安想挣脱开，没如愿。别动，岁岁，朕可以用别的方式的。李重彦声音暗哑的威胁。顾随安身体一僵，狗男人怎么不去死呢？京都大街上人来人往，叫卖声络绎不绝。茶楼里此时都在热议京都最近发生的立后和那位惊才决绝的阮才女得罪陛下被长国扔出宫一事。这阮姑娘得罪了陛下，以后怕是很难有人敢娶她喽。可不是咋的，听说她开的茶楼如今生意惨淡，连那稀奇的玻璃杯都没人敢买了，之前可是买都买不到啊。之前不是一直有传闻陛下对他有意，想立他为后吗？看来传闻也不可信呢。楼下众人议论纷纷，而此时茶楼的2楼厢房里坐着几个贵女。哼，这下那个阮流征是得意不起来了。哼，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之前他仗着写了一些诗，周围总是围着一群公子，还总喜欢跟那群公子称兄道弟的。他一个女子也不嫌害臊。一身穿黄色衣服的女子嫌恶地说道，她的未婚夫也总是夸赞那个阮流征。现下他看这些男子还敢不敢和那个阮流征继续称兄道弟。之前还传言陛下要立他为后，哼，陛下怎么可能会喜欢和别的男子不清不楚的女子啊？双儿慎言。一旁一直听着几个贵女讨论的沈之意眼底闪过一丝嘲讽。那个阮流征确实没什么用，没想到最后还是让他讨厌的顾思安当了皇后。算了，不提阮流征了。晦气，贺姐姐，我听我娘说你最近要议亲了是吗？选的是哪家公子啊？是谢家公子。贺姐姐真是好运，谢公子年纪轻轻便已经是大理寺卿了，前途无量，还长得那般俊俏，真羡慕贺姐姐。我也没想到是谢夫人先提起的。几个贵女交谈时，没发现一旁的沈之意早已变了脸色。沈之意看着贺端云，一脸不可置信。明明他让自己阿娘却和谢家夫人提过的，谢家夫人也见过他的，见到他时也是笑意盈盈，看起来很喜欢他的样子。可为何谢夫人最后会选择贺端云呢？为什么？他哪里比不过贺端云了？是因为贺端云有个陛下面前的红人亲哥哥吗？沈之意低下头，不让人看到他眼中的恨意。他不会让别的女子嫁给他的，谢云婷只能娶他。夫人如何了？可有见到岁岁？没有，陛下将龙潜宫围得死死的，阿姐也没办法进去，陛下也不让岁岁出来。我去救阿姐出来！顾元安一听，满脸愤怒，说着就拿着一把大刀要出门。你添什么乱？我哪里添乱了？他家阿姐囚在宫里，我还不能去救阿姐吗？顾元安用力挣脱开顾元朝的手，朝外面跑去。元安，算了，让他去吧，他连宫门都进不去，到时自然就回来了。老爷，现在该怎么办呢？只能等大婚前，陛下将岁岁送回顾府来。宫里如今被陛下防得死死的，我的人都没办法混进去，就算有混进宫的，也根本不能靠近龙潜宫。若是岁岁回来了，我们该怎么做呀？圣旨已下，
岁岁已经是板上钉钉的皇后了。元朝，若是岁岁不愿嫁，到时爹就算舍了这身官职，舍了性命，也要帮岁岁逃走，不要怪爹。爹，岁岁也是我最疼爱的妹妹，怎会怪你？他只恨自己没用，不能护住岁岁。若是岁岁不想嫁，他拼了命也会送岁岁离开的。而此时的龙乾宫内，顾随安正与李重彦一起用膳。李重彦夹了一块鱼肉放顾随安碗里，尝尝这个鱼。顾随安看着碗里的鱼，虽然不喜欢他给自己夹的，但他要是不吃，还不知道会怎么折腾他呢。这鱼，朕知晓你喜欢吃嘉宝楼的姜汁鱼片，朕特地将做这道菜的厨子宣进了宫，觉得如何？顾随安确实很喜欢吃这个鱼，之前他哥哥也想将这个厨子挖走到顾府里打工，但这个厨子不愿，听说是嘉宝楼的老板与他有恩，线下进宫可能也是不情愿的。果然这皇权压死人呢。好吃的，但是天天吃也会腻味，以后我再想吃的时候再宣他进宫吧。李重彦被以后2个字取悦到了，眉眼带笑。好，听岁岁的。用过午膳以后，李重彦命人将奏折搬到了龙乾宫，而顾随安正站在窗户旁望着外面的好天气。这些天他一直待在龙乾宫出不去，都快要憋死了。他受不了了，噔噔噔的跑到李重彦面前，一把抢过李重彦手中的毛笔。我要出去走走。李重彦骤然被抢了笔，愣住，然后就听见这话，冷下脸。不行，我都快要被憋死了，我出去走走也不行啊。你想走走，可以就在龙乾宫的园子里转转，朕陪你。说着，李重彦便站起身。顾随安听到这话，真想将手中的毛笔扔他脸上。难道你是想关我一辈子吗？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不准你说这种话，朕没想一直关着你，等大婚过后，这宫里你想去哪就去哪。岁岁，你听话点，朕就陪你在龙乾宫的园子里转转。我不要你陪，我自己转。说完便朝着门口走去。李重彦冷着一张脸追上，拉着他的手。王贵，陛下有何吩咐？将龙乾宫到御花园这条路围起来，包括御花园，不要让任何人靠近，尤其是太后和朝阳。是陛下。现在可满意了？顾随安还真没想到李重彦还会改变主意，有些惊讶，但听到他的吩咐，又觉得有些无语。你用得着这么防着吗？你还想不想出去转转？想，我想啊。他就算再宅，再不出去，他都怕自己憋出病了。御花园里，顾随安被李重彦牵着转了几圈后，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大冬天的，园里还有积雪，全是一片白色，也看不到什么绿色，更别说花了。这天虽然出了太阳，但实际上还是很冷的，毕竟一般化雪都比下雪冷。走了一会儿后，顾随安就冷得想回去了。李重彦还牵着顾随安的手，看到他停下脚步，捏了捏他的手。怎么了？我不想走了。李重彦用手背碰了碰他的小脸儿，冷冰冰的猜测道：冷了。顾随安点点头。李重彦嘴角微勾，那就回去吧。两人手牵手又回了龙乾宫。虽然出去一趟没看到什么，但放了一次风，顾随安心情也还是好了许多。刚到龙乾宫，就看见江月守在门口。江月上前微微欠身行礼：陛下，娘娘。李重彦看江月这副神情，就知道是有事儿。起来吧，何事？江月不知道这话能不能当着皇后娘娘的面说，但陛下又没让回避，犹豫了一下，只能说出来：陛下，顾家小公子偷偷进宫，刚刚被侍卫抓住了。顾随安愣住，顾家小公子，那不就是他弟顾元安吗？他偷偷进宫了，他在哪儿？竟敢私自进宫，胆子挺大。子苏子云，带娘娘回宫。是。李重彦吩咐完，便准备离开，去见见那个胆儿挺肥的小子。太小不懂事儿，求你了，求你别伤他。朕先去看看，你乖乖待在龙乾宫。顾随安这时候不敢惹怒他，只能点头。御书房，李重彦皱眉看着台阶底下叫嚣着要见阿姐，浑身脏兮兮的小屁孩。我阿姐呢？我阿姐在哪儿？放开我！顾元安被2个侍卫擒着，拼命挣扎，旁边地上还搁着个大刀。他打哪儿进宫的？属下不知，侍卫是在宁辉殿附近巡逻时抓到的顾小公子。宁辉殿冷宫附近。你再吵嚷朕，将你腿打断。顾元安一脸倔强不服的看着眼前这个恶毒的表哥。你把我阿姐放了！你阿姐如今是朕的皇后，她待在宫里是天经地义。我阿姐才不想当什么皇后呢，我阿姐喜欢的是穆大哥。李重彦一张俊脸黑下来。来人，给朕戳他屁股。
顾元安瞪大双眼，有些害怕，但还是犟着不求饶。2个侍卫将他压着趴在地上，江月拿着不知道从哪儿拿来的竹鞭开始抽他的屁股。刚开始啊，顾元安还能忍，后面忍不了了，鼻涕眼泪开始往下掉。李重彦不耐烦的手指揉了揉太阳穴，停下，记住，你阿姐是朕的皇后，日后再说这话，朕不会再轻易放过。这次顾元安认怂，不敢反驳了。抽屁股啊，又疼又丢人。李重彦看着低着头不说话的顾元安，淡淡道：“你是如何进的宫？”顾元安不想说，但又怕恶毒表哥继续抽他屁股，抽噎着，不情不愿的道：“有个狗洞。”真是出息！去查，不管什么狗洞、猫洞，所有洞都给朕堵上。是，陛下。李重彦又重新看向顾元安，想了想，将这小子关几天，当真是无法无天了，竟然敢私自进宫。我要见我阿姐。拖下去。娘娘，这是奴婢做的马蹄糕，您尝尝。先放着吧，现在吃不下。顾虽安也是没想到顾元安会偷偷进宫，他进宫啊，肯定是来寻他的。皇宫戒备森严，顾虽安想不通顾元安是怎么进来的。私自进宫可是大罪，还不知道李重彦会怎么处罚他呢。半个时辰后，李重彦回到龙乾宫，顾虽安站起身看向李重彦：“你怎么处置的元安？”顾元安私自进宫可是大罪，现已被关起了，稍后朕自然是依法处置。顾虽安脸色一白，依法处置。大雍朝私自进宫，轻则杖刑，重则绞刑。看到被吓到的顾虽安，李重彦轻笑了一声，他凑近顾虽安，低头轻声道：“想让朕饶过他一回也可以。”看他这副神情，顾虽安还能有什么不明白的？你想让我怎么做？李重彦神情幽暗地盯着顾虽安，墨色的凤眸里逐渐浸满。良久，他骨节分明的手指轻轻地点了点他觊觎已久、不点而珠红山茶般娇艳的红唇。岁岁，今夜朕想让你用这里。顾虽安刚开始还有点懵，等反应过来后，满脸不可置信。他瞪着李重彦，气得说不出话来。不是说古人都很封建保守吗？哪个傻逼说的？他要去打死他！他看着眼前的李重彦，咬牙切齿道：“你做梦吧你！”来人，顾相三子私自进宫，大逆不道，按律等。顾虽安踮起脚，一只手捂住了李重彦不说人话的狗嘴。李重彦未制止顾虽安的动作，他低头，嘴角微勾，漂亮的凤眸有半含威胁。哇，才晴了一日的天空中又飘起了雪，只是这雪中夹杂着雨丝，伴随着呼啸的寒风拍打在楠木制成的菱花窗上，发出啪啪的声响。奢华至极的寝殿内，烛光明明灭灭，层层叠叠的纱围挡住了殿中央雕龙玉砌的炉榻。海棠又落，一人袖，梦中佳人与我。星月如昨，风月错，心事终是吹不散，几丝浮云与谁说？李重彦上完早朝，留下顾相，让他将顾元安那个臭小子领回去后，就回了龙乾宫。回来后也未打扰顾虽安睡觉，吩咐人备上岁岁爱吃的，便开始认真批奏折。快到晌午时，顾虽安才醒过来。清醒后回忆起昨夜的混乱，第一件事便是忍着酸软无比的身体到盥洗室漱口。李重彦听到声音，跟到盥洗室，看见顾虽安强忍着站着，一遍遍漱口，皱眉上前扶住他。昨夜不是才刚开始就停了？就碰了一下，看他哭，他心疼的不忍便作罢了。反而是他，顾虽安不想搭理这个死变态，继续洗漱。朕昨夜也帮你了，朕可一点未嫌你。不止不嫌，还很喜欢。你不要脸！李重彦看着脸色通红的顾虽安，心情大好，一把将他大横抱起。乖，别洗了，朕早已命人备好了你爱吃的。你放我下来！你放我下来，我自己会走。别动，你走路慢吞吞的，朕抱你过去。他慢吞吞的怪谁啊？用过膳后，顾虽安问李重彦：“我阿弟呢？”已经让你爹带回去了。时间一晃而过，4月初，大婚前一日，顾虽安被李重彦亲自送回顾府。顾府门前被重兵把守，里3层外3层的人，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奢华无比的御辇上帷幔紧闭。李重彦搂着顾虽安：“岁岁，明日便是你与朕大婚的日子，不要做让朕生气的事。”李重彦凤眸一错不错地盯着顾虽安，声音温柔无比，眼底的危险
却让人心惊。你把这顾府围得跟铁桶一样，我还能做什么呀？不止顾府，京东城内各处都有黑甲卫巡逻，城门更是重兵把守，所以岁岁你要乖乖的。他是绝不允许大婚出任何差错。顾虽安听到这话，冷笑着的脸一僵，傻逼李重彦，我先下去。参见陛下，参见娘娘。顾虽安想去扶他们起来，还未走到他们跟前，身后便传来淡淡的声音：都起来吧。谢陛下。顾虽安走到他爹娘、祖父、祖母面前，笑了笑，挨个叫了一遍。被叫的几人打量几月未见的顾虽安，都满眼心疼。王氏看着笑着的岁岁，都快难受死了。岁岁，顾延安更是上前，直接一把抱住顾虽安。阿姐，我好想你啊！李重彦站在顾虽安的身后，眉头微皱，想呵斥这小子又没规没矩，但想到明日便大婚了，他也不想惹岁岁生气，便罢了。李重彦对着顾相说道：国丈，好好照顾岁岁，明日大婚，真不想出任何差错。顾相听到这句国丈，眼皮一跳，僵着脸笑了笑。是陛下。李重彦拉着顾虽安，对着自己温柔道：当真明日来接你。岁岁，你这些日子在宫里怎么样啊？阿娘，我没事的，你别哭了。是爹没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被囚禁、被强娶，而他这个作为父亲的却无能为力。岁岁，爹已经安排好人手，今夜你便离开京都。顾元朝拿出早已备好的包谷。岁岁，这里有你爱吃的，还备了许多银票，还有一个无名字的路引，你逃出去后隐姓埋名，过你想过的生活，我们会让朝夏跟着你的。顾虽安看着眼前的包谷，满眼都是感动。他真的很幸运，虽然穿越到这个破地方，但有很爱他的家人。他知道他们都是为了他好，可他逃了，他们怎么办呢？李重彦不会放过顾府。爹娘，我不走。表哥他对我挺好的，你们上回在宫里不都瞧见了吗？我那么打他呀，他都没有把我怎么样。而且他说过，大婚之后就不会再如此拒绝我了。到时候宫里还有姨母跟朝阳陪着我，你们也可以时时进宫看我，所以不必担心的。可你喜欢的不是穆世子吗？他如今没死，你可以去寻他。岁岁，我们都想让你开心。开心？若是他的开心是让他爱的人付出代价而来的，那他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开心了。大哥、爹、娘，我与阿泽有缘无分，我在宫里过得还行，吃得饱，睡得好，你们真的不必担心我的。这顾虽安倒是没说假话。李重彦这狗东西啊，真的对他挺好的，恨不得将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他，就是在床上太不做个人了。娘娘，奴婢和江阴奉旨来侍奉你。顾虽安无语，重兵包围顾府还不够，还让他们来监视他，这是有多怕他跑啊？顾虽安没管，又安抚了爹娘他们一会儿，才打消他们现在送他走的念头。大婚当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自皇宫至顾府，一路张灯结彩，10里红妆，绵延数里，尽显皇家气派。大街两旁都有禁军为首，房顶之上还有弓箭手驻守。主道上空空荡荡，两侧却是站满了看热闹的百姓，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生怕瞧不到一个好位置。按理说皇帝娶亲是不必亲自迎接的，但李重彦还是亲自到了顾府。陛下驾到！顾府门前宾客满云，所有人都未想到陛下竟会亲自迎亲，一时间都无比震惊。震惊过后，就连忙跪下行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李重彦一身金丝织就的龙纹绯红喜袍，腰系镶白玉腰带，上挂白玉玲珑钩玉，头戴冠冕，垂挂的珠翠摇曳生辉，俊美无愁。他薄唇微微扬起，噙着一抹春风得意的浅笑。都起来吧。众人都知晓当今陛下俊美，但以往陛下总是素着一张脸，压迫感极强，让人不敢直视。但今日的陛下看起来就像是期待已久的少年郎娶到了心爱的姑娘，整个人显得无比意气风发，龙章凤姿。看来陛下当真是喜极了顾相的千金。朕的皇后朕来接你了。岁岁，看着朕。李重彦凤眸里满是痴迷和渴望，顾虽安的白皙的小手死死地抱着身前的脑袋，扯住他的黑发，想骂，但声音都支离破碎。伴君在身旁，地老天荒，不惧山高与水长。我提笔观赏你的心，走
2次过后，李重彦将顾虽安抱起，放进汤匙中，随后自己也进去抱顾虽安。翠翠，昨日在顾府有没有想过要离开？李重彦凑近顾虽安的耳畔，声音有些暗哑。顾虽安身体还麻麻的，听到这话，感觉李重彦又要找茬了。他装傻，你在说什么？朕知晓各项做了什么。翠翠，还好你做了正确的选择，不然大婚的日子见喜可一点都不吉利。顾虽安浑身一僵，后背泛起一阵冷冷的寒意，他僵硬一笑，转移话题。我累了，想睡了啊！说完便打算起身，却被李重彦拉住。李重彦声音慵懒散漫：“今日是东房花烛夜，哪能这么早睡啊，岁岁？”说完便又去吻顾虽安的唇，汤匙的温度逐渐上升。李重彦凤眸迷离：“快岁岁，关注朕的药。”次日清晨，晨光微明，顾虽安感受到自己被紧紧地束缚住，身体都快麻了，忍不住动了动，想挣开。李重彦警惕性较强，顾虽安刚动他就醒，感受到怀里的柔软，浓烈的爱意没有从漂亮的凤眸中溢出，昨晚他很高兴。在汤匙要了他后，将他抱到榻上，又忍不住一次又一次。最后一次结束后，迷迷糊糊间他也睡着了。现如今，那个毕竟还在。清晨是男人的最蓬勃之时，此时他忍不住又。顾虽安醒后感觉到了什么，气得咬牙切齿。这个重插的变态！李重彦在顾虽安的耳边哑声道：“说完，还在身后重重一下大。东西你受死！”顾虽安用尽全力挣脱开他，翻过身，一脚狠狠将他踹下了龙榻，而好巧不巧，那一脚正好踹到了他的俊脸上。李重彦懵了，顾虽安也懵了，他看着坐在地上满脸不可置信的李重彦，发誓他真的没想踹他的脸来着，不过真爽啊！而李重彦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后，整张脸都黑了，他咬牙一字一顿的怒吼道：“顾虽安！”他倏的一下起身向龙榻上扑去，吓得顾虽安连忙钻进被子里，脚一阵乱踹。混乱中，李重彦又被顾虽安隔着被子踹了好几脚。李重彦都被踹得没脾气了，他黑着脸又被踹了几脚后，终于将被子掀开扔到地上，气得牙痒痒扑上去：“你完了！”最后顾虽安彻底没下得了床。清洗过后，顾虽安浑身无力的被李重彦抱着坐在饭桌前吃东西。那个，你今日不用早朝吗？顾虽安想让他走，意思很明显。李重彦此时俊美的脸色已经恢复如常，反而容光焕发。他慢条斯理的夹了一片鱼肉喂给顾虽安。大婚后可休沐3日。哦。那我可以见姨母了吗？目的未达成，顾虽安又继续问。按规矩是要去拜见姨母的，但李重彦他没规矩。岁岁，这3日你都要与朕待一起，这是你踹朕脸的代价。3日后朕不会再拘着你。顾虽安美眸倏地睁大，心中有股强烈不好的预感。地老天荒，不惧山高与水长。我提笔观赏你精心扫墨。第4日，李重彦一大早便一脸艳足的起床去上早朝了，而顾遂安一觉睡到中午。姑娘，你醒了。四喜和春兰听到动静进来，大婚后顾遂安便带着四喜和春兰进了宫。至于朝夏，李重彦没让，估计是知晓朝夏是暗卫，所以便不准他入宫，以防朝夏帮助他逃跑。姑娘，你饿不饿呀？饿呀。我想吃糖醋小排，我马上吩咐人去做。娘娘要带那个镯子吗？春兰低声问道。她知晓那镯子的独特之处，也知晓是那位穆世子送的，所以问的时候很小心翼翼。不了。寿康宫内，太后和朝阳一脸愁眉苦脸。母后，皇兄不会一直不让我们见岁岁吧？朝阳至今都没想到，他的皇兄竟然喜欢岁岁，还强娶了岁岁。虽然他是他的亲皇兄，但他还是想骂他禽兽，可怜的岁岁。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太后叹了一口气，他如今是根本管不了。他生的这个儿子心是真的硬啊，不管他怎么跟他说都没用。太后娘娘，公主，皇后娘娘来了，真的，岁岁来了。姨母，朝阳，岁岁。你还好吗？朝阳拉住顾虽安的手，
一向大大咧咧的他，此刻小心翼翼地问。他知道穗穗喜欢的是那位木世子，可如今却被他皇兄强迫。顾虽然当然不好，但他也不想让姨母和朝阳担心。我没事儿。太后仔仔细细关切地打量顾虽安，瞧着精神状态还算可以，只是眼角眉梢相较以前多了丝丝媚态，容貌更胜从前。心底一直压着的那口气松了许多，他真怕穗穗承受不住寻死。朝阳，你先出去，让母后与穗穗单独聊聊。朝阳拉着顾虽安的手，有些不愿，他还有话跟穗穗说呢，但母后说的话他又不能不听。顾虽安看着朝阳犹豫的神色，笑道：朝阳，我待会儿再去寻你。听到这承诺，朝阳才点点头退了出去。太后见朝阳出去后，穗穗，是姨母没用，我能制止得了你表哥。姨母，你别这么说，我知晓姨母也是无能为力的。穗穗，你日后……太后欲言又止，想劝穗穗已经嫁给燕儿了，就好好过日子。虽她喜欢穗穗，但燕儿终究是她亲儿子，她还是有私心的。但这话她颇有些说不出口。太后终是叹了口气，罢了，她还是不管了。穗穗怎么对待燕儿，都是她应得的。之后，太后又一口气问了许多话，拉着顾虽安聊了许久。最后还是顾虽安看太后精神有些不济，想起姨母有无寝的习惯，便提出离开。太后犹豫了一下，为李重彦说了好话。姨母知晓你表哥这事儿做的不对，但他是真心喜爱你的。他曾与姨母说过，不会理其他嫔妃，后宫只你一人。可想而知，他是爱极了你。你与燕儿都是姨母的心头肉，姨母实在是不想看到你二人互相折磨。穗穗，你已经是皇后，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日后能不能试着接受你表哥？顾虽安听到这话有些惊讶，李重彦是皇帝，他还能不娶其他嫔妃了？开玩笑呢吧？更何况原著里李重彦可是就算娶了女主，也是纳了其他嫔妃的。他一点都不相信野心勃勃的李重彦会为了他空置后宫，相信他的话，还不如相信他会干掉他，自己当皇帝呢。从房间出来后，就看见朝阳还等在院里。朝阳见顾虽安出来，便高兴地将他带到了自己的寝宫。皇后回龙泉宫没？回陛下，娘娘现在还在朝阳公主那儿。改嫁朝阳宫。是陛下。穗穗，我知晓你不喜欢我皇兄，不如今日用过午膳后，你留在朝阳宫吧，能躲一天是一天，你说是不？李重彦刚踏进朝阳宫，就听见了这一句，脸色瞬间黑了下来。而顾虽安听见朝阳这话，眼睛一亮，刚想答应，就听见了那道招人烦的声音：朝阳，朕看你是规矩都白学了，去将弓箭抄10遍。啊！不要我皇兄，我知道错了。李重彦像听不见朝阳的哀嚎声一般，走至顾虽安面前，拉着他的手就要走。顾虽安张张嘴想求情，朝阳也没说什么呀，说的都是实话好吗？狗男人真是小心眼儿。李重彦看出了顾虽安的心思，冷笑了一声，不阴不阳道：你若是求情，你也抄10遍，省得一天净想着往外跑。顾虽安话到嘴边止住了，狠狠地瞪了李重彦一眼，却不敢求情了，歉意地看了朝阳一眼。对不起啦，我的姐妹儿，虽然说你是我最好的闺蜜，但是我真的是不想抄那个破玩意儿啊。皇后是不是应该有单独的宫殿啊？你不想与朕在同一个寝宫？这话问的，你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但这话他不敢说出来，免得李重彦又想办法搓磨他。我都是皇后了，要是没有宫殿，别人会瞧不起我的。自古以来就没有皇后与帝王同寝宫的，朕与你同寝，众人只会觉得朕爱重你，更加不敢看轻你。放心，凤仪宫早就收拾好，但只是个摆设，你只能与朕住一起。他只想日日与他在一起，但该有的他也会给足他，不会让任何人看轻他。自从李重彦允许顾虽安可以在宫里随意走动后，顾虽安便经常去找朝阳和姨母，他娘也会经常入宫看他。又是为谁相思愁，梦枕蹉跎，不如大梦随我西楼。星月如梭，风月错，海棠又落，一人袖梦中佳人与某某。翠翠，舒服吗？顾虽安未回答，
水雾氤氲的美眸半睁，还在努力平复着气息。李重彦眼底闪过一丝不悦，顾随安侧脸看着李重彦，我有事情跟你说。何事啊？顾随安觉得此时两人的距离有点危险，稍微挪了一下。我想在凤仪宫种一点我喜欢的植物。就这事，朕知晓你从小就喜欢种些瓜果蔬菜，想种什么都可以让红贵替你去选。说完又亲了上去。时间还早，别浪费时间，再来一次。一日早朝，有官员向陛下启奏，建议陛下该选秀丰盈后宫了。李重彦一身玄色金绣龙袍，坐在高处，金贵又肃穆。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底下跪着的官员，不怒自威道：朕有皇后一人足矣，日后朕不想再听到任何有关选秀方面的事。底下的官员都瞪大了双眼，有几个官员站出来：陛下，这有违纲常，万万不可呀！李重彦眼稍微抬，凤眸中的冷意叫人看了不寒而栗。朕看你们是太闲了，一天天不想着为百姓谋利，倒是整天盯着朕的家事不放。既然如此，倒不如脱了这身官服。几个官员吓得立刻跪下：陛下恕罪！朕寓意废除后宫，有异议者以大不敬论处。皇帝欲废除后宫一事震惊朝野。李重彦虽早朝上威慑了朝中大臣，但还是有不死心的想将女儿送入宫中的官员的谏言。李重彦便让人查了这些官员家族的隐私，将其公布出去，让这些官员名声扫地。有的更是直接查出有贪污受贿之罪，直接抄家流放，充盈国库。之后这些朝中大臣不仅没人敢再提选秀之事，更是不敢做那贪赃枉法之事，就害怕做了下一刻便被帝王知晓。顾随安知晓这事儿的时候，杵着下巴看着窗外的小雨，发了许久的呆。在想什么？李重彦从身后将顾随安抱住，龙涎香萦绕在顾随安的周围。你为何要废除后宫啊？你不明白吗？岁岁，朕爱你，此生只想要你一人。朕会给你这世间最好的，所以你也爱朕，明白吗？这句话半含威胁又半含诱惑。顾随安眼睑轻颤，自动提取自己想听的，给他最好的。他盯着眼前男人龙袍上绣着的五爪金龙，最好的不是皇权吗？有本事把皇位传给他呀！若他能给他，让他爱他8辈子都可以。当然了，这话呢，他是不敢说出来的。岁岁，回答朕。顾随安胡乱地点了点头。李重彦就是个疯子，他还是顺着他的意比较好。他现在主要是要放松他的警惕。虽然他废除后宫一事让他震惊，但有机会他还是想走。可能李重彦现在是真的很喜欢他，可以后呢？若是他容颜不在，他还会喜欢他吗？废除后宫也能恢复。总之，他是皇帝，什么都是他说了算。他们俩地位都是不平等的。若他真喜欢上李重彦了，日后他变心，他还不能与他和离，只能被困死在宫里，想想都绝望。若真是那样的生活，他不如死了算了，也许还能回现代呢。李重彦看顾随安只是敷衍的点点头，很是不悦，但他也不想逼他太紧。总之，人已经在他身边了，他总会让他眼里心里只有他一人。阿娘，是哪家的姑娘？怎从未听大哥提起呢？太后在一旁也面露诧异。哎呀，前段时日宁德侯府举办宴会，元朝去参加宴会救了落水的贺家姑娘。众目睽睽之下，两人有了肌肤之亲了。你大哥回府后就让阿弟阿娘择吉日去贺府提了亲。贺家姑娘，吏部尚书贺林的女儿。哀家听闻贺家好似欲与谢家结亲啊。不错，贺家和谢家是在一亲，就快要更换更帖了，却没想到发生这事儿。听说那贺家姑娘是被人推下水的，那姑娘也未看清推她之人，现贺家还在追查。顾随安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他还以为大哥是有心仪之人了，只是因为大哥救了一个姑娘，也未发生什么，两人就要结为夫妻。这该死的封建社会对女子当真是不公平。阿娘，那贺家姑娘同意吗？顾家去提亲，贺家是同意了的，至于贺家姑娘应当也是同意的吧，不然这姑娘日后如何嫁人？其实嫁人也还是可以的，只是高价却是不能够了，更别说是嫁给谢家了。顾随安听完他阿娘说的话，决定见见这位贺家姑娘。云儿，你半点记不得是谁推你的吗？那日丫鬟替我去寻掉落的簪子，云儿实在未看清是谁推了我。罢了，
爹会继续叫人追查。还好那日有顾家公子将你救起，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如今与顾家结了亲，其实也算是因祸得福。谢家虽好，但顾家除了一位皇后，且深得陛下宠爱，还为其废了后宫。未来的太子估计也是出自顾家了。顾家日后必定更加昌盛。再有谢家那位，相比顾家公子还是太冷情了些。谢府人口也较为复杂，而顾家公子温和沉稳，顾府人丁简单，如今在翰林院任职，前途无量。你嫁给顾家公子，爹要放心许多。贺端云想起那日从水中将他救起的顾元朝，脸颊微微泛红。老爷，宫里来人了，说是皇后娘娘想见一见姑娘。皇后娘娘想见我？估计是皇后娘娘想见一见你这个未来嫂嫂，去准备一下吧，行事稳重一些，切勿惹娘娘不快。是，父亲。顾遂安在见到贺端云后，也暂时放下心来。她这个未来大嫂，容貌清丽端庄，性格也很好，是个顶好的女子。目前来看，与她大哥挺相配，而她担心的贺端云可能会心有所属，这种情况也未出现。倒是她提起大哥时，贺端云很害羞，不像是完全对大哥无意的样子。顾遂安松了口气。母后放心，朕会让礼部从旁协助好好督办。那哀家就放心了。哎，这些孩子一个个都定亲了，昭叔那孩子也定下了程义侯的嫡子为驸马，只有朝阳这个不同意，那个不喜欢，真不知他要挑个哪样的。母后何必担心呢？就算朝阳一辈子不嫁，那也是大雍最尊贵的公主。女子哪能不嫁人呢？哎，这说起来，如今也算是让你如了愿，你要好好待岁岁，万不可辜负于他。李重彦指腹轻轻的研磨茶盏杯口，凤毛低垂，让人看不清眼中的神色。如愿？他还未能如愿呢。岁岁的心还不在他这儿，贪欲是无止境的，人总是会想要的更多。之前他想着只要岁岁在他身边就好，可时间久了，他也变得越来越贪心。他想让岁岁心里眼里只有一个他，想的都快要疯魔了。越是想要得到，他就越是恨毒了穆行泽那个野男人，恨不得将他五马分尸，挫骨扬灰，才能泄他心头之恨。时间匆匆而过，转眼便到了顾元朝娶亲的日子。顾虽安坐在上首一侧，高兴地看着一身喜服、风神俊朗的大哥牵着红绸一端，带着他的新娘进来拜天地。顾虽安在一旁龇牙大笑起哄。要说顾虽安来到这古代最珍贵的是什么？那就是他的家人了。阮流征今日也来顾府观礼了，他看着上首坐着的皇后，再看一遍还是很美。但他想不通，也还是觉得不甘心。一个花瓶而已，哪里有他才华横溢、才貌双全了？怎么就让李重彦那么喜欢，还为他废除后宫？这在他的设想中，这一切该是他的才对。难道男人真的只看重外貌吗？连李重彦那般野心勃勃的男子也不免庸俗。众人热热闹闹围着一对新人拜天地，也有宾客还趁着热闹和友人闲聊。这顾家如今当真是如日中天啊！可不是嘛，这贺家和顾家结亲也是强强联合呀。不过我听说这贺家一开始是要和谢家一亲的，听说是贺家姑娘不幸落入水中，被顾家大公子救了，这才成了这段姻缘。这谢大人怎么也来了？听闻谢大人与贺家议过亲呢。这大喜日子，谢大人怎么不回避一二？有什么可回避的？两家只是口头上一亲，又未交换庚帖，而且这谢大人已与户部尚书之女定亲了，男婚女嫁，早已各不相干了。不远处的谢云亭将讨论尽收入耳中。对于别人议论自己的婚事，谢云亭神色并无任何改变。对他来说，娶谁都一样，只是他抬头看向那个他唯一喜欢的姑娘，清冷的黑眸中光点稀疏，含着苦涩。拜堂结束后，顾虽安有些累，便决定回他以前的房间休息休息，再回宫。顾虽安看完他的菜，正准备回房休息时，突然一群浑身包裹严实的黑衣人从屋顶飞了下来，保护他的一众暗卫早已上去迎敌，而江烟在他旁边守着他。顾虽安惊惧地看着那些黑衣人，一旁护着他的江烟突然往旁边闪了一下，一根银针擦着江烟的身体而过。娘娘进屋。说完这话，江烟也与人纠缠起来。顾虽安听话地跑进屋里，却看到了许久未见的穆行泽，一时间狠狠愣在原地。
现在的木行则早已没有了当初意气风发少年郎的样子，而是浑身散发着阴沉的气息。阿泽，木行则贪恋地看着顾岁安，他想得快疯了。自从知道她被迫嫁给了皇帝，他每天都痛不欲生，伤口反复恶化，更是在收到他的信后差点没挺过去。好在现在他都好了，可以带他走了。岁岁，我好想你。说完，木行则走到顾岁安面前，一把将顾岁安牢牢地抱在怀里，他下颚抵在他头顶上轻蹭，竟有些湿了眼眶。顾岁安回过神，双手推开他，着急道：你为什么会来京都？我不是让你不要再来京都吗？你不要命了你？岁岁，我来带你离开。啊，你疯了吧你？你知不知道这是死罪啊？你不管康定王府了，是我不好，是我没有察觉到李重彦的心思，早知如此，我当初就不会与你。话还未说完，嘴便被面前的人封住，但也就一瞬，他便放开。岁岁，不准你说这话，我们俩是天生一对，我现在就带你走。说完，顾岁安还没反应过来，便被蒙上面的木行则搂着腰带了出去，一下又就飞上了屋顶。娘娘，快雪坠呀！娘娘被人带走了。木行则抱着顾岁安，一路使用轻功，将保护顾岁安的暗卫远远甩开，最终带着顾岁安落下在一个破旧的院子里。院子里杂草丛生，乱石堆积。木行则推开其中一个门进去，里面却被收拾得极为雅致干净，与这院子破旧的外表格格不入。他将顾岁安轻轻地放在床榻上。岁岁，我们先在这里待着，再找机会出城。顾岁安从床榻上下来，看着木行则。阿泽，我不能跟你走。木行则听到这话，一双漂亮的桃花眼有些怪异地看着顾岁安。为什么岁岁，你爱上那狗皇帝了？顾岁安看着这样的木行则，不知为何有些害怕。李重彦他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要是我们走了，康定王府还有顾府怎么办？岁岁，你为什么能那么冷静？你爱过我吗？顾岁安有些不知所措，他避开木行则的眼神。阿泽，我是喜欢你的，但他知道这喜欢还未达爱的程度。若是李重彦没有强迫他进宫，他顺顺利利嫁给木行则，未来可能会从喜欢转变成爱。木行则闭了闭眼，他其实早就知晓顾岁安对他远没有他爱他那样浓厚，但他不在意，只要岁岁在他身边，迟早有一天会爱上他。但这一切都被那个狗皇帝毁了。木行则恨死了李重彦。这时外面隐隐约约响起了一阵脚步声，还有喊着搜查的声音。木行则神情一下变得冰冷，但这一瞬他又温和地看着顾岁安。岁岁，我爱你，你也喜欢我，是狗皇帝拆散了我们，我会带你离开京都，我们会一直在一起。你放心，狗皇帝不会知道是我带走的你，不会连累顾府和康定王府。你是当李重彦是傻子他会猜不到吗？阿泽，我们不能这样的，不能这么不管不顾，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是我对不起你，你赶快离开京都，忘了我，然后还有别的姑娘。住嘴！他看着顾岁安，往日开朗爱笑的神情此刻变得有些可怕，可也就一瞬，他表情便恢复过来，还红了眼眶，泪珠往脸颊上滑落。岁岁，我不要别的女人，我就要你，你放心，我会处理好一切，绝不会连累顾府和康定王府。岁岁，算我求你，跟我走吧。木行则拉着顾岁安的手，一边哭一边祈求。顾岁安看着这样的木行则都惊呆了。大哥，你别哭啊你！哎呦，你说你一个大男人，你哭什么哭啊？别哭别哭！说着，顾岁安着急地用袖子去擦他的眼泪。他突然感觉她就是个渣女。木行则感受到顾岁安态度的软化，哭得越发的带劲儿，将自己的形象抛弃得一干二净。岁岁，你跟我走好不好？顾岁安不回答，只一味地擦眼泪。这时院外搜查的声音更大了些，木行则一下便止住了眼泪，警惕地往外望了望。岁岁，你在这儿等我，我去将这些人引开再回来。说着便快步打开门走。顾岁安看着他，哎，眼泪说没就没啊。他特么的才发现这小子居然还是个演员哎。什么叫人不见了？李重彦看着跪着的江烟，脸色阴鸷，咬牙切齿，一字一句地问道：陛下，有刺客闯入相府，奴婢也被人缠住，奴婢让娘娘回房间躲避，没想到房间里也有一个刺客，他劫持娘娘离开了，奴婢去追，那刺客武功高强，奴婢追丢了，请陛下责罚。
李重彦心中阵痛，随之而来的还有剧烈的担心和恐惧。他想到这些时日他在整治士卒，若是那些人狗急跳墙掳走穗穗，那穗穗就危险。想到这里，李重彦眼底墨云翻滚，口中一片心甜。让黑甲卫和禁卫封锁消息巡查，就是把地皮翻上3遍，也要把人找出来。立刻让江回带着暗卫秘密盘查各个士族府邸，关闭城门，防止人逃出京都。是，陛下。在李重彦着急南安时，暗卫带回来一则消息，那些死士都是康定王府的人，并且已经发现皇后娘娘的踪迹了。康定王穆行则又想到穗穗一反常态讨好他，非要让他出宫到顾府观礼。李重彦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的穗穗跟野男人跑了。想到这里，他浑身发抖，心砰砰直跳，头疼的嗡嗡作响。他俊美的脸上的表情满是阴毒记恨，紧接着他俊美的面上扯出了一丝可怕的笑意。暗卫跪在地上，一阵背脊发凉。竟然还敢进京送死！走吧，朕亲自去接皇后回宫。殊不知那抹笑才代表着彻底的疯狂。顾遂安等穆行则走后，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不能跟他离开。李重彦城府极深，在这京都只手遮天，各处都有他布下的暗网。穆行则带着那么多人进京，早晚会被他查出来，他不能拿顾府和穆行则的命去赌，所以他决定趁现在自己先回顾府。想着，顾遂安就朝门口走去。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顾遂安以为是穆行则回来了，他打开房门。阿泽，妈呀！顾遂安话咽在喉中，看见门外站着的男人，一瞬间觉得自己见到了厉鬼。他就知道李重彦比那黑山老妖还厉害呢，怎么可能轻易就逃走呢？现在完了，他完了。穗穗刚刚在叫谁呀？男人语气阴阳怪气，顾遂安欲哭无泪。啊，没叫谁啊？你听错了吧？哇，陛下你真的很厉害啊！我才被贼人抓走了这么一会儿，你就找来了。棒！是啊，朕不厉害点儿，朕的皇后就要跟野男人跑了。陛下说什么呢？什么野男人啊？我是被贼人给掳走的。是吗？那朕现在就带你去看看掳走你的那贼人的下场。顾遂安心凉了，但他还垂死挣扎，继续不认。万一抓到的不是穆行则呢？那他认了，岂不是不打自招？但顾遂安在看到被黑甲卫和禁卫围得死死的，还在拼命反抗，一身都是血的穆行则时，悬着的心终于死了。穗穗，怎么样？那贼人如今不过是在负隅抵抗，不出一炷香，定会死在朕的王军刀下。看到掳走你的贼人如此下场，你可开心？你想怎么样？怎么不装了？你问朕想怎么样，朕也想问你，为何要骗朕？为何要跟他逃跑？你答应过我不会离开，你答应过的。李重彦将他转过身面对他，他双手死死地钳制住他的手臂，忍不住发疯的质问。顾遂安被他可怕的神情吓得浑身发凉，他咽了咽口水，硬着头皮道：其实吧，这个事儿它就是个意外，真的，我发誓我根本我就没想跑。今日是我大哥大喜之日，我怎么会选择今日逃跑？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放过他，让那些人停下行不行？你还想狡辩？今日你说什么都没用，他必须死。你敢？顾遂安激动道，他就知道他不会相信，怎么办？转头看着越来越抵抗不住的穆行则，顾遂安眼底闪过一丝决绝，他蓦地挣脱李重彦的手，朝穆行则跑去。李重彦总不能让他们将他也砍了吧？李重彦一时失察，被挣脱开，他眼睁睁地看着那道身影不顾危险朝别的男人跑去。一时间，这画面和当初刺杀那日的画面重合，一时心痛到极致，喉咙一股腥甜涌上来，心底深处仅存的那一丝理智也消失了，脑海中绷紧的那根弦像是彻底断了一样。他发了疯似的冲上去，死死抱住将快要冲到穆行则身边的顾遂安，大声咬牙切齿地怒吼道：给朕杀了他！给朕杀了他！你敢？你要杀了他的话，我定跟他一起死！你威胁朕？对啊，我就是威胁你。李重彦，我可是说到做到的，你总有看管不到我的时候吧？我到时候就把自己给淹死、捅死、吊死、撞死或者噎死。总之，穆行则要是死了的话，我绝对不独活。